皇后竟然爱上了一头公牛，为了能和他有个爱的结晶，不惜钻进空心木牛里，以此来获得种子。为何会有如此荒唐的希腊神话呢？这段故事还要从工匠戴达罗斯说起。他是古雅典赫赫有名的建筑家和雕刻家，以卓越的技术和精湛的工艺，赢得了天才发明家的称号，发明了许多木工工具和其他雕刻工具。历史上第一座澡堂和舞池也是出自他手。他雕刻的石像可以说栩栩如生，以至于大力神误以为是真人，一拳就将脑袋打了下去。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头盔也是由他制造，因此戴达罗斯在雅典有着至高无上的赞美与荣耀。但同时他是一个极贤妒能的人。戴达罗斯有一个姐姐，姐姐的儿子塔罗斯也就是他的外甥，一直跟着他学习雕刻技艺。在他眼里，塔罗斯比自己的儿子聪明得多，不仅学习能力快，而且动手能力也非常的出色。很快塔罗斯就发明了制造陶器的旋转车床。他害怕外甥长大后超过自己的声誉，因此戴达罗斯心中产生强烈的嫉妒心，在楼顶玩耍时假装不小心将其甩出去，就这样他谋杀了自己的亲外甥。很快这件事就在雅典传开，他和儿子被驱逐出雅典，他们没有落脚之地，只能去了隔海相望的克里特岛。他们以贩卖玩偶为生，恰巧这个木偶被克里特之王米诺斯发现，他立马召来了戴达罗斯，让其为自己效力。戴达罗斯凭借自己的技术，为国王的孩子制作了会动的木马，还发明了航海的帆和桅杆，因此戴达罗斯再度被人们封神。但就在他名声大噪后，他再一次越过防线，犯下了难以饶恕的罪过。这个皇后疯狂爱上了公牛，于是钻进木之牛身里与其结合，而这个木牛就是出自戴达罗斯之手。正是因为这件事给他引来灾祸，这件事还要从万神之王、处处流行的海王宙斯说起。这天闲来无事的宙斯下凡人间，正好看到美丽动人的公主欧罗巴，看到独自一人的公主，宙斯又有了造人的想法，转身就变成一头健硕雪白的公牛，载着公主穿过汹涌的大海，直奔不远处的克里特岛深山中，并用公牛的身份占有了欧罗巴公主。数月之后，公主为宙斯生下了3名男婴。这个消息很快就在克里特岛传开，所有人都知道了公主是宙斯的情人，于是他们开始疯狂地追求公主，因为这样就可以离神主宙斯更进一步，那将是至高无上的荣耀。最终公主选择了克里特岛王子，王子答应他会将宙斯的3个孩子抚养长大，也会把王位传给他们。多年后王子去世，宙斯的大儿子米诺斯为了继承王位，他想办法要讨好众神，于是先将岛上的一座神庙献给海神波塞冬，之后还请求海神帮忙从大海中拖起一头和父亲一样的白色公牛。米诺斯承诺会将这头牛作为祭品供奉给波塞冬以示诚意。就在这时，一头人类从未见过、通体雪白高贵的公牛被拖起。此时所有人都相信米诺斯得到了众神庇护，而米诺斯本人也被这一景象震撼到。他从没想过这头公牛会如此漂亮，因此就想占为己有，索性直接摒弃了与波塞冬的承诺，杀了一头普通的公牛作为祭品献给海神，企图蒙混过关。但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，很快假牛就被海神识破，他决定要给米诺斯一些惩罚。这天晚上，海神来到米诺斯王后的房间，对着他念咒施法，让他从此以后爱上那头白色公牛，并与他结合产下后代。在他醒来后，这个念头就涌上心头，王后开始疯狂痴恋于公牛，并时刻都想与他交配。但如何才能满足自己这个欲望呢？这个王后疯了，她爱上了一头公牛，还想要给他生孩子，那这个要怎么实现呢？王后找到工匠戴达罗斯求他帮忙，戴达罗斯灵机一动就想到了办法，他用木头打造了牛身，然后再用真牛皮覆盖，再加上2根木棍，就这样做出了以假乱真的木牛。很快那头白色的公牛就被木牛吸引，王后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。怀胎10月，她生下了半牛半人的怪物，一个有着牛头人身的异物出现。这一举动激怒了国王米诺斯，为了不让更多人知道，国王惩罚戴达罗斯修建一座地下迷宫，将牛儿子关在其中，让其永世不能出来。在完成任务以后，为了确保秘密不会被泄露，知道秘密的戴达罗斯和儿子伊卡洛斯被关在了岛上最高的塔内，永世不得出去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一只秃鹫突然让戴达罗斯有了办法，如果他们有了像鸟儿一样的翅膀，那他们不就能飞出去了吗？戴达罗斯接连捕获了很多秃鹫，然后拔下它们的羽毛，再用蜜蜡将其粘到一起，就这样日复一日，父子2人的翅膀终于制作完成，他们将飞过大海，重新回到雅典。在起飞前，戴达罗斯重复告诫儿子，不要飞得太低，不然羽毛会被海水打湿，也不要飞得太高，太阳会把蜜蜡融化。在一切准备就绪后，父子2人开始飞翔，很快就看到了雅典的大陆。但戴达罗斯却发现此时儿子不见了，原来伊卡洛斯忘记了父亲的叮嘱，越飞越高，太阳将蜜蜡融化，羽毛也开始掉落，最终从高空急速坠落。落地后，戴达罗斯在海边发现了儿子的尸体。戴达罗斯为自己藐视自然法则付出了沉痛的代价，一辈子都将活在悔恨之中。